老祖，您怎么才来？天要塌了！哼！一条在始先皇统一天下那年吞下先天紫气、开了灵智的老蛇，在昆仑山深处睡了2000多年。现在是新时代了，讲科学，灵气早就稀薄不堪了。建国之后有规定，不准再出新的精怪。像您这样的老前辈，必须赶紧去妖管局报到登记，领个合法的身份证。听说被抓住的黑国会被送到研究院，用闪亮的薄片刀具切片研究。实在有失体统，太不美观，还是去报个到吧。新来的，看你这样灵光纯净但收敛的紧，是刚开灵智没几年吧？唉，现在这天地灵气稀薄，你们这些小辈想修出点名堂难喽。媚儿，几天不见，这容光越发照人了啊！郎少，您这张嘴啊，尽会拿人开心。我爸让我来提个档，南山区那块地，我们郎家看上了，让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小杂碎赶紧收拾东西滚蛋。郎少，这是有规章流程的，需要分局局长亲自审批盖章才行。在华北这片地界，我郎家说的话就是规矩。哼，这气息微弱的有些可笑，连我沉睡时梦时泄露的气息都不如。你新来的，看你细皮嫩肉，气息也弱，本体是什么？兔子还是仓鼠？蛇哟，还是个带毒牙的品种，怎么杵在那儿？是对本少有什么意见？小子，在妖管局这地儿混，就得懂这儿的规矩，见到本少得恭恭敬敬喊一声郎哥，明白吗？你太吵了。你竟敢对我动手！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姓名、种族、成精年份、原型特征，请您填写一下。姓名煮酒，种族蛇，成精年份。秦朝的年份，具体该怎么写？秦朝。明清成精也是前辈，唐受大妖隐世不出，秦朝那是活在神话里的化石。秦朝，你他妈是网络小说看多了，还是刚从哪个精神病院跑出来？还秦朝，你咋不直接说你是女娲娘娘亲手捏出来的呢？小子，装模作样也得有个限度。我看你就是个刚化形、没几年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妖，想踩着本少博个名声，想疯了吧？就是吹牛也不打草稿，秦朝的小年轻真什么都敢编，估计是被郎少吓傻了。这位先生，请您严肃一点，不要开这种不合时宜的玩笑，认真填写表格好吗？没有开玩笑，确切的说，是始皇帝陛下颁发诏书统一天下都量衡的那一年。你们这张表格上没有对应的选项吗？那原型特征呢？这个总可以描述一下吧？具体数据不好描述。这么说吧，如果我将原型完全舒展开来，粗略估计，大概可以绕着你们人类都城中心那座被称为故宫的建筑沦落，盘绕3圈左右。他以为他是谁？《山海经》里跑出来的异兽吗？我活了200年，见过最大的也就30来米长。故宫，他知道故宫多大吗？完了，这人是真疯了，脑子彻底坏掉了。先生，请你立刻离开，我们妖管局是严肃的办事机构，不接待你这种精神状况明显不正常的。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苍局长，你刚才说你的原型
全展开有多大？看来，终究还是有个能感应到些许真实的。我说，若是完全舒展，大约能绕着故宫盘上3圈。那不是法力凝聚的标识，而是生命本源与天地规则交织留下的亘古烙印。始皇，统一度量衡。就在这死寂压抑到极点的气氛中，苍岩做出了一个让时间都仿佛凝固的动作。晚辈苍岩不知老祖法驾亲临，有失远迎，罪该万死。求老祖垂怜，救我妖族一脉于倾覆之间。这悲怆的祈求彻底击碎了所有妖族的侥幸、时间、声音乃至思维。老祖，小妖罪该万死。老祖，什么样的存在？我刚才竟然让他喊我狼哥。老祖，什么样的存在？我刚才竟然让他喊我狼哥。我刚才竟然让老祖滚出去。老祖，只是来做个登记，怎么闹成这样？起来说话。老祖不恕晚辈失察冒犯之罪，晚辈不敢起身。我恕你何罪？你我此前并不相识。老祖您自然不记得晚辈这微末存在，但晚辈的祖先曾蒙受您天大的点化活命之恩，此乃我苍龙一脉代代相传的祖灵信物，先祖遗训。当年若非煮酒老祖您于渭水之畔，还未拦下了那位暴怒剑仙的诛仙绝剑，我苍龙一脉早在2000多年前便已血脉断绝，化为飞灰了。渭水之畔，似乎是有这么回事。没想到当年本能的一击，竟被记了2000多个春秋。起来吧，些许陈年旧事，不必挂怀。老祖，此地嘈杂绝非虚话之所，恳请您移步内堂静室，容晚辈细细禀告。主上的意思是清算。狼家近年来在华北妖界行事嚣张跋扈，屡屡践踏管理局法规，恶意侵夺弱小同类资源产业，证据确凿。自今日起，妖蛊局华北分局正式查封狼家名下所有产业，收回狼家所有成员妖籍。狼霸天即刻打入镇妖塔底层，永世不得释放。至于这个孽障，废去全部修为，打回原形，扔回荒山，任其自生自灭。遵命，局长。老祖，请用茶。坐吧，不必一直站着。谢老祖赐座。现在可以说了，究竟是何事让你这般失态，甚至说出天要塌了，救我妖族这等言语？老祖明鉴，晚辈无能。我族世代镇守之封印已濒临破碎，快要守不住了。这是血屠的气息。血屠与煮酒同时代的凶物，专司吞噬生灵血肉与怨憎之气。当年神州版乱，血屠趁势壮大，赤地千里。2000多年了，这残缺封印下的气息，竟更加精纯狂暴。老祖明察秋毫，正是那上古凶兽血屠。当年老祖您与诸位先贤将其封印后，曾留下法旨，令我龙族一脉世代镇守于此，看口封印，不得有误。2000余年来，母族子子孙孙恪尽职守，未曾有一日松懈。时至今日，天地灵气日渐枯竭，
我族血脉之力亦随之不断衰微。可那血屠却不知用了何种诡异法门，竟能透过封印缝隙，汲取这现代都市中芸芸众人日夜滋生的焦虑、贪婪、怨恨等诸多负面情绪为食粮。其凶威非但未见消转，反而日益强盛。就在3个月前，核心封印第一次出现了细微裂痕，我族倾尽全力和妖族局所有阵法高手耗损无数资源，才勉强将其修补。然而，我们就在上个星期用尽了10倍不止。根据局内最顶尖的阵法师以寿元为代价进行的最终推演，最多再有7日，封印必将彻底崩算，再也无法挽回。老祖，您是亲眼见过血屠肆虐之景的。一旦让这凶物脱困，结合着现代都市数千万人口汇聚的庞杂欲念，整个神州大地都将化为尸山血海，成为他恢复原力的血石牧场。我妖局上下在他面前与蝼蚁何业？所以，当晚辈感应到您的气息时，才会如此失态。您是我们，是整个妖族、整个天下苍生最后的希望了。求老祖看在天下生灵的份上，再次出手镇压此寮。看来这期盼中的清静日子，终究是过不成了。我知道了，带路去看看封印现在具体的情形。都退下，到安全距离之外。老祖，封印核心就在此门之后。阵眼早已损毁，全靠残存的龙气强撑，能熬过2000年，已是奇迹。门后的家伙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变得很兴奋。他可能是感应到了老祖您那浩瀚无边的气息。主角是你，果然是你，整整2200年了，老子终于等到你了。时代变了，现在的我比当年强了100倍、1000倍。等老子出去，第一件事跟外面所谓的文明世界杀光吃光。不好，封印要提前崩溃了。主九，你再不出手，你这些徒子徒孙可就要先走一步，给老子垫肚子了！你这么想出来是吗？那就出来吧。开！老祖，不可呀！恐惧、憎恨、无力，这就是老子最喜欢的味道，这就是老子的时代。煮酒，你果然还是这副令人作呕的自以为是的模样，一点都没变。不过，你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个愚蠢到无可救药的错误。你不该放我出来，更不该以这副禽弱的可怜的人类躯壳站在我的面前。当年你仗着那令人厌恶的庞大本体和蛮力，勉强压我一头。今天老子就要让你亲身体会什么是真正的绝望，什么是力量本质的差距。妖族化为人形，力量会受天地规则极大限制。老族以人形硬汉血屠全力一击，绝无胜算。
不可能！就这点力气，沉睡了这么多年，你就只长了这点人微不足道的本事？你太弱了。说好的毁天灭地呢？就一记耳光，抽进墙里了。不对，这绝对不对！为什么你的人形态会拥有如此恐怖、如此不合常理的力量？这违背天道，这违背了这方世界的根本规则。妖族化形必然削弱力量，为什么它能彻底颠覆常识？谁告诉你这是我的人形？这不是你的人形是什么？这具躯壳不过是2000多年前我在昆仑之巅随手斩杀的一条不开眼试图吞噬我的恶龙。我剥了它的皮，抽了它的筋，变化了它整副龙骨，杂糅了一些当时觉得还算有趣的材料，最终炼造成立了这么一具勉强可以活动且能承载我漫长无聊时光的傀儡。你至于我本人嘛，一直在这里安静的睡。你刚才拼尽全力打的骂的，不过是我穿在外面的一件衣服而已。衣服？我苦修2000年，吞噬无数生灵得来的魔躯，到头来竟然连他的一件衣服都打不过。不，我不信，你在骗我！你一定是在用幻术，用这种荒谬愚伦的鬼话来打击我的道心，想让我不战自溃。楚秋，我要你死，要你形神俱灭！唉，为什么总要逼我呢？饶命！老祖饶命！我愿为奴为徒。上古凶兽血屠，形神俱灭。好了，事情解决了，你们可以下班了。这只是一件衣服，他刚才那句平淡的陈述：太之灭魔掌，反手山飞血屠，许我湮灭最终一击。那位一直在睡觉的老祖本体绕死光3圈了，这恐怕是对现实世界的温柔妥协。若本体完全展现，这片大地都只是他的玩物。你们都起来吧。老祖神通浩瀚无垠，盖世无双，晚辈晚辈。行了，起来吧。地上寒气重，你们这妖管局现在还招数新成员吗？老祖，您是说？我刚来这时代，尚无固定居所，也无甚营生。我看你们这地方，是否给我安排一个闲散之位？只需提供食宿便可，心灵有无皆可，闲职就行，管吃管住，顺便给我上个合法的编制记录。这位弹指秒杀凶魔的活祖宗，竟然想来妖检局上班，这跟古神来应聘看门巡夜有什么区别？老祖，您这不是折煞晚辈吗？您若能莅临妖谷局，那是全局上下乃至整个华北妖界无上的荣光，岂敢谈什么职位？晚辈这局长的位置，立刻双手奉上。局长之位杂物缠身，需开会批文应对各方，太过繁琐。我只需一个清静无需劳神的去处。我看他们平日似乎便很清闲，饮茶观报，甚好。清闲？老祖您怕是看到我们为了镇压裂缝日夜不休，还有那处理不完的暗谍。但老祖说清闲，那从今往后就必须是清闲。老祖有了，我局一直设有一个最高级别的荣誉职位——特级顾问。此职位于我局规章之内地位超然，仅在局长之下，却无任何固定职词，无需点卯应卯前来在事务出面处理日常即可。您看，此职位简直是为老祖您度身而设，再合适不过了。尚可。那居所呢？前辈，
我局在城内核心区域有一处前朝亲王府改建的四合院，环境清幽。至于用度福利，一概按全局最高规则，灵气最为空余，专为日常开销，局里全包。您若对任何天才地宝有所兴趣，听起来确实清闲，这笔买卖倒也做得。合法身份，幽静住处，无需劳作，花费报销，堪称完美。行，便如此定下。自今日起，我便是你们妖管局的特级顾问了。那张登记表格，我似乎还未填写完全。好了，拿去归档吧。这轻飘飘的纸张，竟重若千钧。2000多年的漫长沉睡，换来的竟是这般国泰民安、繁华昌盛的烟火人间。少了洪荒的苍茫残酷，多了些琐碎的真实。当个平平无奇的上班族，体验一番这滚滚红尘，似乎也不错。至于那些可能不开眼、试图打扰这份宁静的家伙，希望他们能有足够的自知之明，否则我也不介意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来自古老时光尽头的老祖宗的关怀。